据知情人士透露，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原本就是要为拜登访问亚洲造势，营造团结盟友、打压中国的氛围。如今，拜登前脚刚结束亚洲行，回到华盛顿，后脚布林肯便宣布重启演讲。时隔3周期间发生的世界局势变化，以及美方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动作，会对布林肯公布的对华政策内容注入哪些新的因素，也成为外界密切关注的焦点。拜登政府呢，最近呢，在印太方向呢，有一系列的小动作，可以说呢是动作频频呐。而布林肯呢，选择在拜登的亚洲之行结束之后，在美国东盟峰会之后来发表这一演讲，实际上呢，也是希望借助这样一系列的事件，发表一个总的演讲，来对拜登政府呢过去的对华政策的行为呢做出解释，同时呢，也对未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路线做一个前瞻性的宣示。当全球焦点主要集中在俄乌危机之时，布林肯的这场演讲被《华尔街日报》评价到，美国政府准备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尽管俄乌危机分散了美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处理对华关系的注意力，不过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慢慢成型。法新社称，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导地位。当然是希望向中国身上呢泼脏水，希望呢借俄乌冲突将中国进一步的污名化。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政策战略焦虑，那就是呢，拜登政府并不希望因为俄乌冲突将美国的资源、美国的精力过多的投入在欧洲。拜登政府呢，还是希望能够专注于解决所谓中国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拜登政府虽然呢非常希望能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给予非常有效的遏制，但另一方面呢，他确实呢也不希望因为过度的专注欧洲而忽略了他眼中的亚太局势。为此，拜登政府官员已让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加入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不过到目前为止，该计划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印太地区的伙伴对损害自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究竟应该对中国采取多强硬的立场，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对立意见。拜登呢，大部分呢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以后呢，这个美国呢全面把中国视为第一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战略竞争的定位这是过去20年来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和升级。但是呢，如何确定对待战略竞争对手的这个应对的强度和步伐，实际上在美国是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的。因为如果他们过度的刺激中国，那么最终伤害的是他们自己。周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东京一个国际交流会发表讲话，指中美之间日益紧张关系对亚洲发展带来挑战，亚洲必须努力避免俄乌冲突的错误，同时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如果亚洲国家被迫于中美之间选择，不会有好结果。The US-China rivalry is inevitably affecting all countries in Asia. It's natural for some countries to be closer to one side or to the other, but most countries would prefer not to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re will be no good outcome if Asian countries are split between the two camps, each siding with one or the other. 此外，布林肯对台湾问题有何新表述，也是外界一大关注点。今年以来，美方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玩弄文字游戏。拜登本周一在日本表示，美国愿意武力护台。随后，白宫紧急澄清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拜登本人也在1天后改口，称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策略没有发生改变。有美国智库人士分析指出，白宫一直在尽其所能防止台海局势出现最坏的情况。因此，预计布林肯将仔细斟酌语言，谨慎表述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
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拜登政府呢在台湾问题上以台制华呀这样一种基本的路线呢还是非常清晰的。但另一方面呢，拜登政府呢也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冒太大的风险。如果说他们真的要颠覆原有的一中原则，那对于台湾海峡局势，对于中美关系，一定都是颠覆性的灾难性的影响。这种灾难对于美方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